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的则天圣母庙正殿，是一座重建于公元1145年的金代建筑，内中还有少数的构件是从唐代遗留至今的。如果按照重建年代，也就是金代算起，它已经有了880年的历史，所以从建筑角度看，它无疑是全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武则天庙内的建筑。这么多年保存下来，也是殊为不易的，所以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这里要额外说一句，据说四川广元的黄泽寺也有武则天的供奉，但这个地方现存的建筑大都是仿唐建筑，所以它珍贵的点并不在建筑上，而在后面的摩崖造像上，等将来走川渝的时候再细说。而且这边从祀的狄仁杰，我一看就觉得眼熟，后来发现这造型和电视剧里的狄仁杰非常像，连脸上的纹路都被还原了。这次去文水则天庙，我们是在2024年夏天去的，而同行人便是我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。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文水的则天圣母庙啊，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自驾过去的，门口路边就能停车。现在我们来到山门，这座山门面阔3间，屋顶为单檐悬山顶。另外我们关注一下开放时间。夏天和冬天的开放时间不同，记得千万别扑空了。走进院子之后，第一时间看到一处武则天的雕像，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新产物，材料是汉白玉。正面还能看到宋庆龄女士的题词，院子侧面还有一辆汽车，没看出来是怎么开进来的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后走，就看到了下一进院落的入口，其左右两侧的钟鼓楼被附近的大树盖住了，得绕到近处才能看清楚钟鼓楼的真实样貌。这两个都是歇山顶的小亭子。现在我们一起穿过旋形门洞，走进下一进院落，就这一瞬间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回头发现，刚才山门的背面是一个面阔3间的戏台，它和正殿是脸对脸的，其屋顶则为卷棚硬山顶。走近了看，发现戏台的梁架结构都很平直。再看彩绘的风格以及它被明显区分出来的前后台，综合判断，这就是明清戏台的风格。在院子的西侧还有一个碑廊，我大致扫了一眼，发现这边的石碑以清朝时期的碑为主，明朝时期的碑为辅，其中年代比较早的就是这块明万历年间的残碑了，还有些碑残破的过头了，就认不出来年份了。然后我们去东侧钟楼那一边，它的旁边也是一个碑廊，不过这些碑就比较新了。在这边的碑，除了新中国时期的修缮碑、功德碑之外，还有一块大周无上孝明刚皇后碑铭并序的复制品，它的原件仅剩几个残片，现存于陕西咸阳市的博物馆中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来到院内的东侧配殿，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其廊下的碑刻则是以青碑为主。以前这座殿内供奉的是窗口娘娘，也就是帮助人治疗外伤的神灵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展厅，主题是女皇家族文化展。武则天所在的武氏家族本身就在文水，难怪这边有她的庙宇留存，这其实就是家乡人对武则天本人的一份优待。再往后看，还能发现武氏家族的很多名人，这些人都在史书里、戏曲里、电视剧里出现过。再往后还有连环画封面上的武则天形象，其实影视剧版本更加深入人心，可惜现场没看到。现在我们转向对面的西配殿，这也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现在内部已经是展厅了。这里边所展示的内容是武则天个人的生平事迹。她是山西文水当地人，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嫔妃。在李世民去世之后，武则天与其他5子女嫔妃到感业寺出家。后来她被李世民的儿子李治接进后宫，逐渐立为皇后，之后逐渐掌握朝政，最后成为了中国唯一的女皇帝。但如今与武则天相关的古建筑留存极少，眼下这历史悠久的文水则天庙几乎是一个孤立了。现在我们准备来看文水则天庙的正殿。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那座拥有880年历史的古建筑，说的其实是这一座建筑。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大房子，其屋顶则为单檐歇山顶，上面所用的螭吻也是相对古早的风格，转角铺座的结构比柱头铺座要来的更复杂一些。正门的上方居然有3个门簪，不知道为什么没能成对，而正门下方的两侧各有一个蹲着的石狮子，但已经严重风化，变成了风和时间的形状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看看，进去之后就看到了武则天造像所在的木龛，
这个小木龛看起来很古老，但这3尊造像看起来就比较新了。木龛本身被做成了建筑的形状，而且看武则天的头顶还刻着一条4爪着地行走的龙，我们可以叫它为鲲龙。鲲是大地的意思，也是女性化的意象之一，正适合用在这里。殿内两侧的壁画所描绘的则是武则天的一生，甚至比刚才那个展厅里的展示还要更加详细一些。但这些都是新的壁画，所以我们简单看看就好。现在我们抬头看屋顶的梁架，这边的主体部分都是从金代遗留至今的，不过这边的木头颜色彼此之间是不一样的，感觉中途在修缮的时候有些梁是更换过的，不然它也很难坚持这么多年。然后我们仔细看屋顶，它的山花位置是通透的，甚至有阳光照射进来，不知是当初没有加泥墙，还是后来给掉进来了。不过这个结构反而增加了建筑的通风度，这种干燥的环境反而更有利于木作的保存。看完正殿，我们先走出来，来到西侧的舵殿。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，内部供奉的人则是唐代大臣徐有功。他在武周时代刚正不阿，颇有清名，死后则被武则天追封为大理寺卿，如今则在此处从祀。现在我们准备去东侧的舵殿，这也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小房子。往里走的时候，就感觉里边的这尊造像眼熟，可当时光顾傻乐了，就没拍个特写，给你们上个高清网图看看。现在你发现没有，这和电视剧里的狄仁杰简直太像了，感觉就是按照电视剧做出来的。看完殿内两侧的壁画之后，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边的从祀大臣就是狄仁杰。现在我往更后方走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建筑，然后发现后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按道理来说，旅途现在就应该结束了，但我在门外飞无人机的时候，发现侧面居然还有个院子，院子还有个玻璃罩子，里边肯定有了不得的宝贝，那没得说，再跑一趟吧。现在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个院子。原来玻璃罩里边是2只唐代的石狮子，它们是在2011年于南徐村东出土的号陵首目狮。所谓号陵，指的就是武则天父亲的陵墓，其重量高达26吨，造型威武雄壮，也就是山西省所出土的最大的一对唐代石狮子。中国人有句古话，来都来了，那我就顺便到周围的回廊下边转一转，这不就发现东西了。这边有一组元代的碑刻，但是字迹都已经磨灭不清了，很难辨认它上边的内容了。此外还有一个风化严重的石像生，但找不到什么记载，推测也是号陵的遗物。走到尽头还看到了一块民国年间的本山后土之神碑刻。至此我们才算是逛完了这一整个的文水则天圣母庙。武则天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，所以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彩的故事。单单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就有很多影视剧将其发生的时代背景设置为武则天所统治的时代，这就能说明一个问题：武则天的关注度高，有了关注度才会有更多的人去看去消费。但另一方面，与武则天相关的地上文物却是极其稀少，也就只有她的家乡人，也就是文水人肯为她建造这么一座庙宇了。所以我们在晋中访古时，也得以在文水看到那古老的文物，并见证那些岁月中的往事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